他的时代跟人文精神我想应该是他对那个人的那个关怀的那个观察非常的细腻啦他会去发掘到许多的那些小人物那些不起眼的人物，虽然他个人呢对艺术非常的坚持但是这个信仰呢是引导他去观察更多被欺负、被侮辱的那些小人物身上所以呢，他非常的会刻画那些小人物啦他所描写的时代大部分都是在日治时代，还有战后的初期一点点其实大部分都是日治时代，因为战后呢其实是很难去书写，而且不太容易去讲，因为去讲呢就比较会去面对那个去批评战后的那些施政了所以他战后的那个部分呢写的比较委婉所以那个比较能够凸显出来的特色，反而就是到了鲁冰花他开始就他用学校啦，用乡长来代表当时台湾社会对那个台湾人处境的一个很难出头的一个可能性。这种特色是按照太后小说那是叶石涛去讲的啦反正是按用秦冲还有秦斗家事件透秦冲，秦斗家出安东人一台一台按用古代表现台湾人的军心用办反抗的了解佢一个特色不管係佢台灣人三部曲獨溜三部曲寫到老人家的部分老人家用辦安慰了後生人佢寫到真好。佢最重要係就係台灣人三部曲本來了台灣人佢又寫到嘅228cái東西啦但是在概念的時代冇可能故所佢是寫題譜就是本來打的時間啦題譜是1920年你台灣人用嘅文化用法律的法律按用嘅方式來抗爭的唔係用相打的方式按最後是太平洋戰爭的台灣人冇乜個空間去因為演講因為沒做唔得青菜冇服從你就係個廢國民你就唔係國民你就係錯幹的啦冇空間天電係啦天電家下講嘅伊後來1952年就1960年開始路變化下體以後20年中間叫前台嘅目標按照台灣人了隻安樣嘅作品差不多1953年佢就有安樣嘅想法咧，開始寫作23年佢就安樣因為佢感覺到台灣文化嘅命運就像台灣人安樣強樣本人欺負就像佢跳過我寫安唔好咪見到我退講嘅話全部用國語日本時代咪國語日本話按照國語你下有國語總得用客家話咩到底係乜嘅係按自家嘅國家自家嘅語言自家嘅故事到底係乜嘅以上嘅那個表現出來按啲當然真難啦特色是講你下以上嘅寫台灣人嘅故事台灣人冇影響係嗎你都沒有自家嘅設定來歌頌嘅一個故事影響嘅故事特種民族全部有按照 epic 史詩像希臘史詩伊利亞的奧德賽
安样印象来代表佢嘅只民族，台湾人安样嘅只就讲民族好咧，就像希腊罗马，没有安样嘅印象，佢就想到讲，好，我就做得用日本人俩50年来，来台湾人，日本人来接手，来打，那去打，佢俩故事，佢谈青岛嘛。